Hello， 大家！一转眼，2022年就到头了，2023年也快要来了。真的没有想到，2022年会过得这么的快。这一年我躺平的时候居多，所以感觉什么都还没有做，一年就这样过去了。2023年可不能再这样了，必须要做一个自律且勤快的人。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花了不少时间用 Notion 制作了合适我的年月计划和复盘的模板，也详细的制定了一下我2023年的年度计划。说到 Notion 呢，它是一个使用起来特别简单，但是又集各种功能于一身的一个效率软件，可以用来进行日程管理、制作计划和复盘、记录书影音、记账打卡等等。这个平台呢，我已经用了快2年了，之前一直是用它来做副业的一个记录。新的一年呢，我打算全方位的用起来，从而在新的一年成为一个自律且勤快的人。同时呢，也非常感谢 Notion 赞助了这一期视频，我在信息栏里面放上了免费注册 Notion 的链接。看完这一期视频以后，对 Notion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用那个链接注册一下哦。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聊聊我的年度计划和月度复盘的内容吧。当然，这个就是我的年度目标和模板。我在制作 Notion 模板的时候使用的都是 Notion 的基本功能，几乎不用插件和代码，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出来的模板虽然很漂亮，可是多少有点花时间，就不符合我追求效率的需求了，所以我的自制模板就以简洁为主。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我在2023年想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一般放3到5个，指出大方向即可，可以不用太具体。比如我在2023年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是右手完全康复、理智消费、多读书、多思考，以及认真搞副业，放在页面的最上方会比较明显，所以每次打开都能看到。接下来是2023年年度计划的部分，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我遵循的是 SMART 原则，简单来说就是目标要具体、可以衡量、可以实现、有相关性以及有时间限制，按照这样方法制定出来的计划才更具体、更好执行。我把我的年度计划分成了5个大类，分别是理财、学习、副业、健康和生活。因为这5项和我自身想要达成的事情比较相关，所以我选择了这5类。其他的还有工作、家庭、社交、娱乐、技能等等，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每一类里面放3到5个比较大的目标，比如说一年要读多少本书之类的。更小的、更具体的目标可以放到后面要给大家展示的月计划里面。这个年度计划的模板里，我放的第一大类是理财，目标有年度存款数额达到某个值，完成保险的配置以及理智消费。因为理智消费这一项多少有一点抽象，所以我制作了心愿清单页面来执行这个计划。购物心愿清单是按照之前看 Netflix 的一个纪录片叫做 Get Smart with Money 里面学到的4分类法则制定的。简单来说，就是把想要的物品分到4个类别里面，4个类别分别是 Love、Need、Like 和 Want。Love 是指给生活带来长久影响的物品， Need 是指生活中必须拥有的物品， Like 是指带来愉悦不超过6个月的物品，最后一个 Want 是指带来暂时性满足的物品。其中 Love 和 Need 呢是可以购买的，而 Like 跟 Want 呢就是能不买就尽量不要买的东西。我这里使用的是 Notion 的 Board 面板，每当我有想买的东西，我都会先放到合适的分类里面， Love 和 Need 可以考虑购买，而 Like 跟 Want 呢就先放，过段时间再回顾看看。回顾的时候呢，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比如我还想要这个东西吗？我家里有相似的东西吗？买回来会经常使用吗？等等。如果还是想要的话，也可以考虑购买了。每当我打消了购买某样东西的念头以后，我就会把它拖拽到 Removed 这一区里面，看到这个类别数量增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成就感。当然，如果某一天又对某个物品有需求了，还可以把它再拽回来。我在 Board 下面还放了一个相连的表格，可以填写更多的内容，比如产品的价格啊、购入的花费以及购入的时间等等。改变需求程度类别就可以改变物品在 Board 上面的位置，这样子看起来也比较清晰明了。回到年度计划的第2部分是学习。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完成韩语延时课本的第1到2册，学会1-2种新的手工和阅读30本书。因为我喜欢记录自己阅读的书籍，并且有写读书笔记的习惯，所以我制作了1页阅读记录来记录我想读的、在读的和读过的书籍。这也用到了 Notion 的表格和日历视图，2个表格和1个日历都是相互连接的，使用起来很方便。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来记录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等等。首先第一个部分是我的阅读进度追踪，因为我给自己制定了1年阅读30本书的目标，所以我想要在这里追踪一下每个月的阅读进度，这样也能够更好的督促自己阅读。阅读进度这个进度条没有使用代码，而是简单的设置了数字的显示方式就好了。
要把阅读进度这个表跟阅读记录相连，从而呢显示每一个月阅读的书籍，方法也特别简单。这里使用到的是 Notion 的 Relation 的一个功能，在这里呢选择我们要连接的表，也就是阅读记录，在这里呢把这个打开，会同时显示它们的一个关系，增加这个 Relation， 你就会看到两个表都新增加了一列。如果说我在阅读进度这里我直接选择月份的话，它会就自动跳到了这上面，这个名字之后都可以自己改的。接下来就是阅读记录，一条条列出来了我想读的、在读的和已读的书籍，这里随便列了3个做示范。我这里就只记录了书的状态、书名、作者、我的评分和阅读时间，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在表格里面加入更多的内容啦，比如像类别啊、出版社啊之类的。书名点进去可以打开新的页面，就可以在这里直接摘抄或者是写读后感了。最下面我还放了个日历，纯粹就是觉得好看。这个日历和上面阅读记录的表格是相连的，可以显示我某段时间读了什么书，显示的内容也可以设置，这里我只显示了书名和评分，表格里面的其他信息也可以加上，比如说像作者啊之类的。接下来说说我的年度目标的第3个部分，就是副业。前面有说我之前用 Notion 主要是用来记录副业的内容，所以2023年呢也会继续使用 Notion 来记录。新的一年副业的目标是每个月3到5篇图文，店铺每1到2个月更新一次，以及每月3支视频，这样带有具体数字的计划会更有针对性，也比较好衡量执行的结果。第4个部分是健康，我的目标呢就是让我的右手完全康复，以及每周2到3次有氧运动，还有每天至少吃3种蔬果。和上面一样，定目标的时候加上一些数字的话，会更好的衡量执行结果，配合上 Notion 的习惯打卡功能，也能更好的追踪进度。第5个部分呢就是生活，我把我和家庭、朋友、个人相关的目标全部都放到这一大类里面了。我在这一块的目标是陪伴家人、认识新朋友和每月进行复盘总结。为了更好的进行月计划和月复盘，我也做了一个模板，在这里就用12月的复盘来举个例子。月计划和复盘的模板的第一部分呢，就是月度计划。这里的分类基本上就是遵循我的年度计划的分类，以理财、学习、健康、生活、工作为主。另外我还增加了一类叫做书影记录。这里我使用的是 Notion 的 Toggle List， 它是可以这样子直接打开收起来的，会比较不占位置。在月度计划的部分，我就是把年度计划拆分成了更小更具体的目标，比如说像学习计划里面，我把每一年读30本书，这里拆成了阅读2本书，这样更小更具体的目标在每一个月就更好实现一些。因为我这里使用的是 Notion 的 To Do List 的功能，每一次把它做完了以后直接在这里画勾，它就会整个画掉了，这样看着也会比较有成就感。下面这个书影记录的分类里面，我就记录了我这个月看过的所有书跟电影、电视剧还有纪录片以及他们的评分，这样子我会很清楚的知道我这个月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往下走就到了第2部分月度复盘，这里的分类还是跟上面一样啊，主要就是记录1个月以来自己达成了什么事情。除了年度计划里面的分类以外，我还在后面加上了一个小确幸的部分，就是记录一下这个月发生的让我感到快乐的事情。这么一列出来的话，就会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的。结尾这里就是写每一个月的总结，主要是写写自己完成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没完成什么事情啊，没完成的事情是有什么问题才没完成呢？然后下个月应该如何改进这样。比如说这个月花钱超过了预算，就应该在这里反省反省之类的。那说到收支和预算呢，我这里还专门制作了一个页面来记录我的财务状况。这个页面的上半部分呢，是记录我自己的每一个月的总收入和总支出，这里有一列专门是询问自己是否有超支，以及我当月的存款总额和我离存款的目标的距离。这样子记录的话，可以比较清晰明了的知道每一个月的总收入和总支出，以及是否有超出自己的预算。如果有超出的话，会变成一个红色的事，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很好的鞭策自己了。下半部分呢，就是记录每一个月的具体的收支情况。以我的12月为例，这里有分收入跟支出，还是用的这个 Toggle List 的这个功能。这些是按照我的收入跟支出来进行分类的，我已经用了这个分类用了1年多了，我觉得是特别合适我的，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到了每个月月底呢，我都会在金额这里填上我在这个分类下面的总收入跟总支出。这里我还用了一个计算的功能哦，它会自动的把它求和，然后我就可以很轻松的填到了最上面的这个每月的总收入跟总支出里面，是不是特别方便？我觉得这样子能够每个月来复盘自己的收支情况的话，对自己控制每个月的花销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以上就是我的年
月计划啦。对 Notion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用信息栏里面的链接注册哦。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祝大家新的一年万事顺利，加油，拜拜。